你有没有发现，现在很多人想做点事情，他就会问，现在做什么行业赚钱？做电商还有机会吗？做教育还有机会吗？做养老还有机会吗？做 AI 工具还有机会吗？做内容还有机会吗？然后他一搜，马上就绝望了。电商里有淘宝、京东、拼多多、抖音，教育里有新东方、学而思，各种 AI 学习机，养老里有养老院、陪诊、助餐、保险公司，内容里有财经博主、商业博主、读书博主、AI 博主。你越看越觉得完了，每个行业都有巨头，每个赛道都有人做，每个方向都已经很卷。于是你得出一个结论，市场饱和了。但今天我想聊一个反直觉的问题，市场真的饱和了吗？还是说我们从一开始就问错了问题？真正赚钱的人问的不是哪个行业赚钱，而是谁还有一个每天都在忍的小麻烦。今天我们借《蓝海战略》这本书聊一个更现实的问题，当你感觉所有行业都卷死了，普通人到底还能从哪里找到机会？你看到的不是机会，而是别人站好的位置。很多人判断一个行业有没有机会，方法很简单，看里面有没有巨头。一看到巨头，他就觉得自己没戏了。比如教育市场，一说教育，你看到的是大机构、名师课、题库、学习机、升学规划，所以你说教育没机会了。但一个家长真正痛苦的，可能不是买不到课程，而是孩子已经被打击到不想学了。他每天回家看着孩子写作业崩溃，自己也崩溃。他不缺知识点，他缺的是孩子到底卡在哪里，今晚我该怎么跟他说，怎么让孩子重新有一点信心。你看问题一换，市场就变了，你不再是在和大机构拼课程，你看到的是学习信心、家庭沟通、个性化反馈、孩子成长记录。再比如养老，如果你只看养老院、陪诊、助餐，你会觉得这个市场又重又难，利润还不高。但子女真正焦虑的，也许不是老人有没有人送饭，而是我不在身边，他今天有没有摔倒，他是不是又忘了吃药，他不想麻烦我，但我怎么知道他真的没事啊？这时候机会就不只是养老服务，而是安心感、风险提醒和远程陪伴。所以很多时候不是市场没机会，而是你一开始就站在了最拥挤的位置上。你看到的是行业，看到的是巨头，看到的是旧规则，看到的是别人已经站好的位置，但机会往往藏在旧规则没有照顾到的小麻烦里。蓝海不是没人做，而是换一套规则。很多人一听蓝海战略，以为他是在教你找一个没人做的市场，其实不完全是。真正的蓝海不一定是没人做，很多时候是市场早就有人做，但大家都在用同一种方式做。什么叫红海？红海就是所有人都在同一套规则里竞争，你便宜我更便宜，你送服务我送更多服务，你搞直播我也搞直播，你上 AI 我也说自己是 AI， 你做10个功能我做20个功能。最后结果是什么？用户越来越挑剔，商家越来越累，价格越来越低，利润越来越薄。大家都在努力，但都被困在同一个问题里，我怎么比别人更强一点？而蓝海真正问的是，我能不能换一个问题？别人都在拼课程数量，你能不能拼反馈速度？别人都在拼服务项目，你能不能拼子女安心？别人都在拼低价，你能不能拼省心？别人都在拼功能，你能不能把复杂功能减少，让用户打开就会用？所以蓝海不是逃离竞争，蓝海是重新定义竞争。它不是说这个市场没人做，而是说大家都在用旧规则竞争，但你能不能找到一套新规则？4个问题帮你找到小机会。蓝海战略里有一个工具叫4步动作框架，不用讲得太复杂，其实就是4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哪些东西可以取消？很多行业都有一些默认配置，比如做课程就要有大纲、打卡、社群、班主任、排行榜、证书，但用户真的都需要吗？不一定。有些家长不需要一个看起来很完整的课程体系，他只想知道孩子今天的问题在哪里，我今晚怎么帮他。所以有时候取消比增加更重要。第二个问题，哪些东西可以减少？很多产品不好用，不是因为东西太少，而是因为东西太多。功能太多，用户不知道点哪里；选择太多，用户不知道买哪个；信息太多，用户反而更焦虑。用户不是来欣赏你的功能列表的，用户是来解决麻烦的。第三个问题，哪些东西应该提高？行业里大家都在拼的东西，未必是用户最在乎的东西。教育产品拼课程数量，但用户可能更需要及时反馈；养老服务拼项目数量，但子女可能更需要安心感；内容账号拼更新频率，但观众可能更需要观点穿透力；AI 工具拼模型能力，但普通用户可能更需要开箱即用。这些被低估的东西，往往就是新价值。第4个问题，哪些东西应该创造？创造不一定是发明新技术，更多时候是把过去没有认真连接的东西重新连接起来，把学习记录和家庭沟通结合起来，把养老服务和子女安心看板结合起来，把商业读书和现实热点结合起来，把 AI 工具和具体行业小场景结合起来。
新的机会往往不是从零发明，而是把老行业里没人认真解决的小问题，变成一个更简单、更省心、更容易被用户接受的解决方案。普通人真正该找的不是风口，而是具体麻烦。所以这套方法对普通人有什么用？它最重要的提醒是，不要一上来就追风口。很多人一想赚钱，第一反应就是看现在什么最火， AI 火了就想做 AI， 短视频火了就想做短视频，养老火了就想做养老，跨境电商火了就想做跨境电商，知识付费火了就想做知识付费。但问题是，当你看到它火的时候，往往已经有很多人冲进去了，你再进去很容易不是在找机会，而是在追别人的尾灯。普通人真正该问的不是我能不能进入一个大市场，而是有没有一群人被现有产品服务的很差，有没有一个问题每天都在发生但没人认真解决，有没有一种痛苦用户已经习惯忍受，所以大家反而看不见。比如一个小商家不会做短视频，但又需要稳定获客，一个家长每天想帮孩子学习，但不知道从哪里下手，一个老人不会用复杂 APP， 但又需要基础生活服务，一个电商卖家产品不错，但不会做主图、标题和详情页，一个普通人想用 AI 提高效率，但不知道怎么用到自己的工作里。这些事情听起来不大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有人真的困扰，有人每天都遇到，有人现在的解决方案很差，有人愿意为了省时间、省心、少走弯路而付费。这才是普通人更现实的机会，不是一上来就做平台，不是一上来就做大项目，不是一上来就说我要改变行业，而是先找到一个具体的人群，一个具体场景，一个具体麻烦，然后把这件事解决得更简单一点，更便宜一点，更省心一点。比如你会做设计，就不要只说我接设计单，你可以说我专门帮淘宝小卖家优化主图点击率。你会用 AI， 也不要只说我做 AI 工具，你可以说我帮小商家用 AI 生成短视频脚本、商品标题和客服话术。你会做内容，也不要只说我做商业知识，你可以说我帮用户把复杂商业事件讲成普通人能听懂的逻辑。你看，表达一变，机会也变了，因为用户买的不是你的能力清单，用户买的是你能不能解决我的具体麻烦。所以普通人做小生意最怕的不是市场小，最怕的是问题太虚。你说我要做 AI， 这很虚，你说我要做教育，这很虚，你说我要做养老，这也很虚。但你说我帮家长每天判断孩子学习卡点，我帮老人把复杂手机操作变简单，我帮小商家用 AI 做获客内容，我帮电商卖家提升主图和标题转化，这就具体了，具体才有交易，具体才有信任，具体才有第一批用户。这就是普通人能用的蓝海思路，不是去抢一个大行业，而是在一个大行业里找到一个没人认真解决的小麻烦。所以市场真的饱和了吗？有些市场当然饱和，如果你用同样的产品、同样的价格、同样的渠道、同样的表达去和成熟玩家竞争，那基本就是红海。但如果你能换一个角度，重新理解用户，重新定义问题，重新组合价值，机会就不一定消失。教育不只是课程，养老不只是陪诊，电商不只是低教，内容不只是信息， AI 不只是工具，商业也不只是赚钱。别再只问哪个行业赚钱，应该问谁的问题还没被解决，谁还在忍受低效方案，谁每天都在为同一个小麻烦付出时间、金钱和情绪。我能不能把这件事变得更简单一点？市场不是饱和了，很多时候只是旧的位置没了。记住今天这句话，机会不在行业里，机会在问题里。如果你现在也有一个想做但又觉得已经卷死的行业，欢迎打在评论区，是教育、养老、电商、AI、内容，我们可以一起看看它是真的饱和了，还是你还没找到那个小麻烦。如果你不想只看热闹，而是想看懂商业事件背后的运行逻辑，欢迎关注商业暗线。这里不只讲新闻，也不只讲书，我们更关心的是一件事情背后真正决定生意成败的那条线。咱们下期见。